冷空气这就算彻底过去了，后边的天气应该会一直暖和了。我今天过来把鲜食毛豆种到地里边去，这是我已经准备好的地，是在果树的间隙。去年是种玉米的地方，今年种毛豆，刚好能达到轮耕的目的。来看一下我这鲜食毛豆的品种，这种鲜食毛豆呢，它的个头要比平常的毛豆大好多。看看这一粒一粒的，特别的饱满。我这还有另外一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呢，看一下就小了很多。这是覆盖作物的品种。我把两个拿到一起来对比一下，是不是个头的大小差距特别大？这种鲜食毛豆就是我们摘掉绿荚，然后放到盐水里煮一煮就特别好吃的那种。它的颗粒是特别饱满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是特别好。这种覆盖作物的毛豆呢，我今天就先不种了。等到我把所有的菜苗还有需要种的地方都种满之后，如果再有空闲的地方，没什么东西可种了，就把毛豆覆盖作物给种下去。这样的话能够肥地，抑制杂草的生长。这地呢基本上都处理好了，我再拿耙子稍微给它搂一搂，再给平整一下。主要就是那些坑坑洼洼、明显有大坑的地方，把它填平。行了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就都没有了。我这片地呢，昨天在整理土壤的时候，也同时撒了菜园石灰，并且撒上了10/10的那种缓释的颗粒肥，所以等下我就直接播种了，也不用再给它施肥了。因为我这种大面积的种植毛豆，如果再像过去那样用有机的方式施有机肥，可能成本也太高了，花的时间也比较长。这样呢就省事儿多了。看这个季节，果树的叶子也都绿了，还有这些覆盖作物的黄花也都开起来了，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个时候4月底5月初也是最适合种植毛豆的季节。这次的这些豆子呢，里边有一些是有一点点的裂痕，不知道是不是运输的过程中摔的，可能会影响发芽率。这下边的这个纸箱子里边是我新买的播种机，希望能够帮我省一点时间吧，可能种植效率会高一点。我试试看，也是第一次用这种东西，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。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包装，先把它拆开，组装起来看一看。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，就这么几个零部件。这是车身，这个是扶手，这个应该是标记的。这小包里边是说明书，然后这里边应该是附件。这些小附件呢，它上面有名称，比如这个有 peas， 有 beans， 有 corn， 就是可以种豆子，还有种玉米的。因为不同的种类的种子，它的间距和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它这儿有提前弄好的这种小圆盘。我种毛豆的话，因为是 soybean 嘛，所以我就看看这个 beans 这个圆盘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合适吧。其他的先收起来，还是得看一下说明书。我等会儿需要找扳手了，因为需要拧这些螺丝。先按照说明书的说明来把它的扶手装上。好，扶手这就装好了。接着把这个做标记的附件给装上。这需要组装的部分就装好了，扶手还有这个 marker， 它可以往左和右移动，这样的话可以在不同的方向做标记。这种子托盘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才搞明白，需要把这个卡口和里边的小东西对准了，然后这样卡进去，然后顺时针的转一下，这样的话就卡住了。然后等到我们推着往前走的时候呢，它这个东西就可以把种子带上来，然后就漏到这边的小洞里，就掉出去了。拿几个豆子稍微测试一下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好像是没问题，正好能漏下去。这几个豆子就是刚才测试的时候掉出来的，如果在土里边的话，就种在土里了。把豆子给它装进去。好，这就准备开始了。我感觉这土还是不够松软，看有些豆子都没有埋进去。
可能我操作的也不是特别好，一会儿再使劲往下按按看看。后边的感觉就稍微好一些了，还是要稍微的用点劲儿往下压。往远处看一下，后边标记出来的不是特别直，说明我走的是有点歪的。我这地方有果树啊，这走起来也不是特别方便。看起来把自己身体的力量压下去，这样的效果会好一点。再多试几次看看，总体的感觉是挺费种子的，可能这个盘还是有点大。我把旁边做标记那东西给它收起来了，因为这边老有树，走起来不是特别方便。我大概也能估量出30多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。我发现要想让这个播种机好用啊，这地一定要是特别的松软，然后里边没有一些草呀，或者是玉米杆，或者是石头之类的。如果有这些呢，一旦它卡在下边的地方，那它种子掉出来的那个深度啊，还有掉出来的这个均匀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。而且这个播种机还是比较轻的，得用力的往下压一压才行，也不能走太快。看这一块的土地比较松软，种起来就容易一点。这些空隙的地方，我再横着这样给它种上一些。说实话，有点感觉不到这种子到底间距撒了多少。如果是我手工种植的话，大概是每隔7、8厘米，我就会撒一颗种子。这儿还有一小块地方，我还是手工给它种一点。这边好多的种子都露在外边，这播种效果不是特别理想。感觉还是手工的方式更省种子。稍微给它往下踩一踩，然后把土盖上。本来想用个播种机省点时间，感觉总体上也没怎么省时间。可能后边练熟悉了会好一点吧。之前这些种过种子的地方呢，还是得给它稍微的盖点土。哎呀，也有可能是我这地里边石块啊之类的太多了，不是特别细致。这土壤不细致啊，肯定就影响播种机的播种了。哎呀，希望种植效果不会太差，别浪费了我这么多的种子。发现每次大面积种植种子之后，运气都不错。这是毛豆种好后的第2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。我昨天是已经把喷罐接过了，喷了一小块地方了。今天看一看，如果雨下的大、时间长的话，另外的地方就不需要再喷了。这边的这一半是没有用喷罐浇过水的，是下雨自然淋湿的结果，感觉降雨量还不是特别的够。这毛豆吧，虽然不是特别的需要水，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干旱的季节了。如果是降水量不够的话，还是得人工的给它喷一喷水，否则的话会影响出芽率，还有后边的生长的。等到后边种子发芽、长出针叶之后，就不怎么用太管它们了，就靠天吃饭就可以了。豆类呢，尤其是毛豆这些，还是比较皮实的，种起来也比较容易。我现在稍微有点担心的是，我用这种播种器种下的毛豆，它的深度可能不是太够，应该没有2、3厘米。这种呢，有可能会被鸟呀或者是老鼠给扒掉、吃掉一部分，会影响出苗率。后边看看情况吧。现在这菜园子里边啊，是鸟语花香的，没事的时候出来转一转、走一走，心情还是挺舒服的。这苹果花的花期还真是长啊，都开了好长时间了，还在开着呢。这一片地的毛豆种好了，下一步就是把左边的这些覆盖作物给它再处理一下了。